上一世，我与妹妹住进同一户寄养家庭，她处处排挤针对，还抢走了我的身份，最后怕事情败落，将我从车流量巨大的主路推下。我死状可怖，不能瞑目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再次睁眼时，我已回到18岁，结对寄养家庭那天，衣着华丽的贵妇人已经选中了我。她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，你的成绩和在校表现我已经看过了，是个好孩子，从今天开始就住在我家，安心上大学，将来留在国内还是出国深造，我都会支持你，如上一世一样。妹妹可怜兮兮地掉眼泪，巴巴地看着我，姐姐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想继续读书。贵妇人姓赵，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，热衷教育事业。我知道她原本的计划是接收一名寄养学生，可没人会不喜欢一个看起来纯良无害又热爱学习的孩子。于是他欣喜地翻开妹妹的成绩和在校评语，虽不如我出色，但也超过绝大多数的山里孩子。不多时，他就表示可以将妹妹一起接到家里。妹妹的一颦一笑都经过精心的设计，看着她欢天喜地地搂着赵阿姨的胳膊，我只觉得胃里翻涌，恶心不止。我双手握拳，指甲狠狠陷入手里，疼得我抽泣，可此刻也只有疼痛才能让我冷静下来，不能自乱阵脚。我得让她成功住进赵阿姨家，拥有再失去，从天堂到地狱才最让人痛苦。我露出一个笑，很诚心诚意地为她高兴。太好了，妹妹，以后我们还是住在一起。回赵阿姨家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并排坐在车后排，我看向窗外熟悉的景色，上一世的痛苦和屈辱，羞耻和不甘一一涌上心头。眼尾微红地看向妹妹，她仍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，搂着我的胳膊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用只有我们二人才能听见的声音在我耳边吹气：姐姐，爸妈还在家里等你呢，你要不回去又该挨骂了。我怎么舍得你挨骂呀？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尽快回到属于你的大山的。我表情淡然，维持着与他亲昵的姿态，没说话。到家后，赵阿姨把陆怀叫出来与我们见面。再次见到他，我依然控制不住的心动，可如今这份心动已经不是倾慕了，而是深深的恨意。上一世，他与妹妹一起对我做的恶历历在目。妹妹首先朝陆怀打招呼，像只开屏的孔雀，极力展示自己。哥哥好，我叫许云，以后还请哥哥多多照顾。这是我姐姐，叫许彤。为了让我少说话，许云连我都介绍了。说完，他还伸出手，陆怀不情不愿地和他握手。之后，我和陆怀四目相对，不过一瞬，我就移开目光，朝沙发上的赵阿姨走去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陆怀眼里露出的诧异和不解。他就这样，你越对他好，他越觉得你低贱；你越是不搭理他，他越觉得你特别，贱得很。很快开学了，赵阿姨让陆怀带我们去学校报到。一路上，许云各种叽叽喳喳拍马屁，哄得陆怀一愣一愣的。不仅将许云的行李全包，还叫了他的好兄弟出来，说见一见自己妹妹。这个妹妹不包括我，我也乐得清闲，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马上国庆节了，按照上一世，这个时候我被许云陷害，让赵阿姨怀疑我的品行，差点把我送回大山。晚上许云回来时已然微醺，他歪歪扭扭地靠在陆怀怀里，嘴里一直哥哥哥哥地叫着。我从小就没有哥哥，我会把你当做好哥哥的。陆怀把许云扶到沙发上坐着，
又敲响了我的门。许云喝多了，你把他送到他房间去吧。我探头往客厅看了眼，正看见许云露出皎洁的笑容，也在看我。我知道了，哥哥你也先回去休息吧。陆怀走了，我从房间出来，随手把客厅的窗户都打开。此时外面天色已晚，客厅也没开灯，只有花园里幽幽的灯光透进来，昏暗的光影在我脸上起舞，一幅诡异景象。我并不打算伺候许云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别装了，陆怀都不在了。许云一个翻身坐起来，或许是真的难受，他不断揉着太阳穴。城里的酒怎么那么醉人？姐姐，我不是装的。我在他旁边坐下来，他立马起身要去开灯。我瞬间拉住他的胳膊，他回头看我，十分疑惑：你不是最怕黑吗？我去给你开灯，你拉我干什么？是啊，他知道我最怕黑，所以才选择在夜里把我推进车流，让我在惊恐和疼痛中慢慢死去。我控制着不断颤抖的手，努力镇定。我什么时候怕黑了？你喝多了吧？之前妈罚你睡猪圈，你哭得死去活来说你怕黑，都是骗人的呀！此一时彼一时。说完，我强压心中愤怒，起身回房。凌晨时分，门铃响了，保姆休息，赵阿姨出差，其他俩人都睡得如同死猪。我无奈起身，从视频里看了一眼，发现是张熟悉面孔。开门后，那人把一个女士包包递给我，说是许云落下的。我点点头，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段进城。他明显一愣，你怎么知道我叫段进城？我一笑，指了指他胸口处的名牌，不是写着吗？段进城，京大学生会主席，怡保研，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更是徐州城首富的儿子，为人谦和有礼，长相出挑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记上心头。转眼国庆节，赵阿姨的公司周年庆，她提前将保险箱的首饰拿出来，准备搭配定制的服装出席当日盛宴。我和许云都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赵阿姨将名贵的珠宝玉器一样一样的拿出来，摆在脖子处是戴。这串珍珠怎么样？和阿姨的黑色旗袍搭不搭？这条翡翠项链呢？这个好，这是参加拍卖会拍回来的，1000多万呢，红宝石的，怎么样？这个好不好看？许云满脸堆笑，语气里全是羡慕。这个宝石项链真好看呀，看着像是无烧鸽血，是最高级的颜色了。赵阿姨，你戴这个吧，特别好看。赵阿姨表情一致，疑惑道：“你竟懂这些？”许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对呀，一个同学家里做矿石生意的。”和他聊天时，他说起过你那个同学姓刘。这回许云愣了，迷蒙的点头。赵阿姨不再同他讲话，又扭头看我。我对这些没感觉，单纯觉得每一件都熠熠生辉，华贵无比。我如实说了，赵阿姨反而会心一笑，之后又问我搭配什么好看。我仔细想了会，指了指那条相对低调的珍珠项链。这条吧，珍珠一直以来都代表着权贵和优雅，再搭配旗袍，整体更加和谐，又不失国韵特点，很符合阿姨您的气质。赵阿姨很高兴，让保姆把其他都收起来，单留了珍珠项链在外面，准备到时佩戴。5天后的一天早上，许云急急敲开我的房门，一脸担忧。赵阿姨在客厅发火：“你快去看看吧。”我到时，赵阿姨已经急得满脸通红，并不断质问保姆：“不是叫你收好，怎么会不见了？我马上要用，赶紧再找。”我快步过去，刚想说话，许云就抢先一步，一边安慰一边询问：“赵阿姨，是丢东西了吗？我帮您一起找，您先别生气，晚上还有宴会呢。
您先回屋休息。赵阿姨的目光在我和许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，最终叹气，说是珍珠项链找不到了。我心中一紧，我脸色微变，立刻说要一起找。许云也表示同意。除了陆怀不在家外，所有人都开始翻箱倒柜的找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一无所获。保姆坐不住了，她在这里做了10来年了，家里的每根筷子摆在什么地方她都知道，根本不会发生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这种事。她疑惑地看向四周，不会进贼了吧？可屋里好好的，也没有被翻的痕迹。就在赵阿姨快要放弃选择其他配饰时，许云突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对赵阿姨说：“赵阿姨，我和姐姐的房间还没找过，这给了保姆提醒。”她立刻附和道：“对对对，2位的房间还没找过，时机到了。”许云领着保姆先去了自己房间，众目睽睽之下什么都没有。之后又到了我的房间，他先是装模作样的翻了一通，随后指了指桌子下面的一个小盒子，朝保姆使眼色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还没等保姆反应，我自己将盒子拿出来，里面是一些我被拐之前身上带着的东西，小卡子之类的。要打开吗？许云双手抱胸，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。不知道的人看那气势，还以为她就是这屋的女主人呢。当然要打开呀，这不是特殊情况吗？我抱着箱子犹豫不止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么犹豫，不会是有什么不方便让我们看的东西在吧？说着，许云把箱子从我怀里抢过去，动作粗鲁，导致箱子锁扣掉落，里面的东西稀里哗啦落了一地。小卡子、红色的皮筋、带有照片的小项链，以及一些别的小孩子的东西，再无其他。许云不可置信地盯着地上的东西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不可能啊，怎么会？”之后，他像无头苍蝇似的在屋里乱转，将我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。我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捡起来，眼角微红，有些委屈地看向赵阿姨。她是知道我的身世的，又看到许云如此无礼，心中不免多心疼我一些。一行人又从我房间出去，保姆和赵阿姨走在前面。许云若有所思地连连回头看向我房间，我笑了笑，凑近他：“妹妹，今天这事一定吓坏你了，我一会儿给你变个魔术，给你缓解一下心情。”他一愣，莫名其妙地看着我。快到客厅时，我快走几步，将一个黑色的包从客厅的储物柜里拿出来，差点忘了，这是前几天有位姓段的同学送来的，说是妹妹的。喏，给你。许云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，伸手来接，哎呀，手不稳，包包掉落，一条项链也从里面滑了出来，正是赵阿姨那条。我惊讶地看着许云，将项链捡起来，怪不得你提议搜房间，原来被你藏在这里了。那肯定搜不到啊，在家里你就偷妈的钱，怎么到了赵阿姨这里你还没改？她对咱们有恩啊！恨铁不成钢的我急忙跪到赵阿姨跟前：“阿姨，是我没管教好妹妹，您别把她送回去，她是真心实意想念书的。”此时许云终于反应过来，将包扔得远远的：“不是我没拿，是她陷害我。”许云涨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我不断控诉：“一定是她，赵阿姨，你相信我，就算我要偷，也不会那么傻放进自己的包里。我这包丢了好几天了，今天突然出现，一定是她的故意的。”我心痛不已，望着许云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：“妹妹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你出去跟同学聚会喝酒，忘了拿包，被送回来后又是我精心帮你收着，你说这话良心不会痛吗？”偷东西和喝酒双层 buff 叠加下，
赵阿姨的脸色越发难看了，她语气低沉：“小云，我带你出来是读书的，不是纸醉金迷的。你要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，找不到自己的目标，那我只好把你送回去了，让他回到山路18弯的大山里，可比让他死更难受。”许云立马闭嘴，装出一副乖乖女的样子，低着头：“赵阿姨，那是陆怀带我去的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。他这手被刺完的好，比我想象中还好。”于是当晚陆怀也被赵阿姨收拾了，停了他的卡。陆怀知道始末后，气得不行，一脚踹开许云房门。有事的时候是哥哥，没事的时候就是陆怀。许云，你可真贱啊！他脾气暴，也不听许云解释，一顿输出，竟将许云骂得掉眼泪，梨花带雨。我见犹怜。陆怀说不下去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往后几天，许云一直跟在陆怀屁股后面，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。没过2天，陆怀就把停卡这事给忘了，重新妹妹长妹妹短的，可恶心人。一晃要期中考试了，夜里许云端着一盘水果摸进我的房间，笑容满面，一看就没憋好屁。姐，我求你个事儿呗。正在看高数题的我抬头看他，还不复习，等着挂科吗？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呢。你知道高数是我的弱项，要是真挂了就太难看了，被妈知道她肯定要怪你没好好教我。不如我们还是用之前的办法，过了之后我请你吃饭，怎么样？我嗤声一笑，点点头，好啊。许云兴高采烈地离去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吃了口他端来的水果，十分满意。他果然不会令人失望。我和他身形差不多，长相也有7、8分相似，出门在外说是亲姐妹，也有人相信。再故意装扮一下，不熟悉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。考试那天，我快速写完自己的，交卷后在厕所与许云会合。许云还真是懒到极致，除了名字什么都没写。我提笔快速做题，压着最后的铃声把卷子交了。事后他真请我吃饭，我也不客气，光点贵的。他几次欲言又止，我都当看不见，吃得很高兴。最后一块鸡肉下肚，我心满意足地擦擦嘴，把手伸进衣兜。你还是好好上课吧，别跟那些富二代们混在一起了，你这样会毁了自己的。许云很不屑，大咧咧地靠在椅子上，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。我跟刘玲玲的事儿你少打听，赶紧吃，吃完走。你上次跟赵阿姨保证过，不参加乱七八糟的聚会喝酒，你忘了吗？许云恼了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威胁我是吧？你别忘了，你的照片还在我妈手里，只要我不点头，她就不可能把照片给你，你一辈子都别想找到你的家里人。我轻轻叹气，起身离去。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，许云高数没有成绩。面对赵阿姨的质问，许云看向我，我耸耸肩，是高高挂起的模样。她肯定不敢说是我替她考的，比起没成绩，作弊更可耻。她还是知道分寸的。后来许云知道是她自己没写名字，彻底凌乱了，不断回想，说自己写了。每当这时，我都坐在她旁边，默默说：学校那么多人审核，还能看错呀？肯定是你忘记写了。最后说的她哑口无言，只能认栽。进入12月，天渐渐冷了，刘玲玲等几个富二代说要去滑雪。这种可以抱到好多大腿的机会，许云肯定不会错过。他连哄带骗的让刘玲玲带他一起了。才1天，许云就被送进医院。一个农村娃根本不会滑雪，但他又怕被那群人看不起，硬着头皮上了，结果摔断了腿。赵阿姨知道后，
气呼呼的在医院给许云下达了最后通牒。好了之后，你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住吧。等你适应之后，就自己去打工赚零花钱。我不会再给你提供生活上的资助了。在许云的哭喊声中，赵阿姨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她顿时失力般地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。我则坐在一旁给她削苹果。我之前就提醒过你，叫你离那些富二代远点，你非不听。是不是你和赵阿姨说什么了？我能说什么？无非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吃苹果不？哦，忘了，你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吃东西。苹果清甜多汁，直甜到我心里。许云的腿痒了1个多月，他搬出房间时，我还好心去帮忙。我把他的东西都打包好，装进行李箱，然后递给他。慢走啊，妹妹。脱离赵阿姨的管控后，许云更加肆无忌惮，整天游手好闲，课都不上了。老师问了我好几次，甚至问到赵阿姨那里。赵阿姨忍无可忍，找来学校。我提前去给许云通风报信。彼时她正在刘玲玲屁股后面跟着聊什么八卦，听着好像是段进城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妹，一直没找到，他们家很着急之类的。许云，你过来一下。我远远地叫他，谁知他没动。刘玲玲倒是过来了，她好奇地打量我，有些鄙夷嫌弃的样子。你就是许彤？我没理他，继续叫许云。许云这才不情不愿地过来，想来他是不想承认跟我这样穷乡僻壤出来的人认识的吧，哪怕他也是。见我不理他，刘玲玲急了，戳了我一下。我跟你说话呢。我身形微微一晃，也戳回去。他也微微一晃，说话就说话，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刘玲玲自小众星捧月，到处都是她的狗腿子，谁敢这么跟她说话呀？还动手，犹如发现新大陆。刘玲玲看着我，语气激动：你不怕我呀？我笑了，我怕你干什么？你会吃人呢。我懒得再跟她废话了，将赵阿姨要来的消息告诉许云，让她准备一下，别说错话之类的。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要是这个时候就被赶回山里，多可惜。之后的一天，刘玲玲突然到班里找我，说她过生日，想请我参加。我头也不抬，语气冰冷：我可没钱给你买礼物。不用不用，你来玩就行。她的生日宴会是在一个 KTV 包厢里，刚一进去，我就被闹闹哄哄的声音冲了一个跟头，不禁皱起眉头。许云此时正弯腰给刘玲玲倒酒，见我来了，他很意外。哎呀，许云你干什么？都洒了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倒酒都倒不好，废物死了。刘玲玲的裙子湿了一块，叽叽喳喳的起身朝许云发脾气。许云敢怒不敢言，假笑着赔礼道歉：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适时过去，将许云和刘玲玲隔开。刘玲玲一见我，笑得天真无邪：你来啦，快坐。昏暗的灯光下，许云和我更像了。段进城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躲在角落不停往这边张望。刘玲玲看见了，就直接招呼他过来，他却摆摆手说还是跟男生们坐在一起舒服些。宴会散场时，许云喝得歪歪扭扭，送他回宿舍的路上，我轻声念叨着：段进城长得好面熟，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你帮我跟妈要一下照片吧，我想确认一下，如果不是，我也死心了。许云的宿舍跟狗窝一样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我把他随便一扔，走了。回到赵阿姨住处，她竟然在家，还要我坐下来和她聊天。她给我倒了杯茶，目光温和地看我：你觉得陆怀怎么样？我愣了一下，摸不着头脑。他挺好啊，你觉得好就行，要是没事也可以跟他多接触接触。他从小没吃过苦，
有时候脾气有些大，你别介意。气氛很奇怪，我借口说不舒服，提前回房了。回想起赵阿姨刚才的话，她不会是想乱点鸳鸯谱吧？我打了个冷战，看来有些计划要提前了。陆怀自从被停卡后，老实了很多，没有钱的支持，他总是翻不起大浪。于是我给他找了点事儿干，看直播，在各种美女一声声的哥哥中，他迷失自我了，一打赏起来就没完，动辄好几万，看到喜欢的10几万、20万的往里面扔。当然，这些钱都是他找朋友借来应急的。大家知道他家里情况，也就没什么顾忌，说借就借了。一个下雪的下午，我陪赵阿姨逛商场，远远看见一个熟悉身影，我指了指赵阿姨，那是陆怀哥哥吧？只见一个红发细腰的妖娆女人正搂着陆怀的胳膊，在一高档服装店内买衣服。陆怀哥哥有女朋友啊？阿姨，我们要过去打个招呼吗？赵阿姨的脸色犹如冰霜，哼了一声，拉着我走了。之后她再没问过我关于陆怀的问题，还在他即将毕业时联系好了中介，送他出国了。快元旦时，许云说想家，要回去看看。赵阿姨没说什么，还替他在学校里请了一段时间假，让他好好住几天再回来。临走时，我再次请求他帮忙把照片带回来，他没应我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家里只剩我和赵阿姨，她年纪也大了，多少有点小毛病。这天我正在沙发上给你捶背，她突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想认你做干女儿，你看好不好？”我受宠若惊，不可思议。赵阿姨我语塞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赵阿姨笑了，满目慈爱。从见到你第一眼起，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孩子。经过这半年的朝夕相处，我更加庆幸当时的选择。我一直想有个女儿。面对赵阿姨期待的眼神，我说不出拒绝的话。没过多久，整个京市都知道赵阿姨多了个干女儿，是大的年级第一。与此同时，许云回来了。知道这事后，他只震惊了下，随后竟笑着恭喜我。他没有发疯，更没嫉妒，这很不正常。我想，事情的发展应该与我预想的一样。几天后的一个商业晚宴上，赵阿姨带我出席了。我被几个富太太围在中间，她们都很有气质，雍容华贵的，纷纷说赵阿姨命好，可以认到我这样优秀的干女儿。我脸很红，低着头只知道笑。是我运气好，能遇到妈妈，把我从山村里带出来，否则我一辈子都见不到像几位阿姨这样天仙一样的人。这孩子嘴真甜，真叫人喜欢。我的这番话让在场几位富太太很开心，也让赵阿姨很长脸。从富太太们入手打好关系，再和他们的先生谈生意，水到渠成。稍晚些，宴会大门再次打开，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人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进来。老者看起来得有80、90岁，但整体精神不错。上台发言时语气铿锵，充满力量。赵阿姨似乎很崇拜这位老者，语气里都是敬仰。段家的当家人，雷霆手段，厉害得很。我对商业信息知之甚少，只是觉得他很眼熟，跟段进成一样，一见就有种天生的亲近感。爷爷！人群中一声高呼打破原有的宁静，众人纷纷四下张望，找寻声音来源。赵阿姨眉头紧锁，小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挽着她的胳膊笑了笑，应该是有事吧。话音才落，许云便冲上发言台。此时她狼狈不堪，衣衫褴褛，我不禁感叹，装得真像啊。接着她颤抖着跪在老者跟前，一双眼睛通红，显然是哭过。
爷爷，是我呀！老者被西装革履的人护在身后，只有铿锵有力的声音透过来：“你是我呀！”许云将木盒子拿出来，里面的卡子、头绳散落一地。赵阿姨惊讶地看向我：“那不是你的吗？”我没说话，默默看着许云在台上表演。只见他又掏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有个老者抱着2个孩子，一个才满月，一个约莫5、6岁。许云指着那个才满月的孩子，大声哭泣：“这是我呀，爷爷，您不记得我了吗？”老者一看，立刻扒开保镖，不可置否地看着许云：“你。”许云点头如捣蒜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真挚的不得了：“是我。”老者上前，一双浑浊的眼睛也溢出眼泪。他握着许云的手，一副失而复得的样子：“小宝，你是小宝吗？”许云立马一头扑到老者怀里：“我是小宝，爷爷，我是小宝，我可找到您了。”距离虽远，但我依然可以看到老者的身体一僵，随即将许云推开，脸上的眼泪也不见了。他语气冰冷：“你不是他，说这些东西哪里来的？”“我是啊，我真的是。您看看这个卡子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，您忘记了吗？”许云不断狡辩，现场也议论纷纷。段家作为是第一大家，丢了孙女儿的事也是尽人皆知，所以现场也没人觉得奇怪。只是好好的一场商业晚宴，变成一场闹剧。许云被要求说出物品所有人，但他咬死是自己的。老者一时也没办法，打算把东西收走，再慢慢找。“那是你的，你该去拿回自己的东西。”赵阿姨的话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看着她，突然鼻子一酸。我等这一天等了2世了。穿过人群，站到了许云身边，我腰背挺直，语气坚定：“这些东西是我的，他是我养母的孩子，叫许云，我叫许彤，很久之前叫段敬亭。”说着，我卷起袖子，露出胳膊的伤疤，那是小时候调皮玩爷爷的茶壶，被滚烫的开水烫的。现场一片哗然，许云跌坐在地，再也说不出话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任何话都是多余的。我就这样站着，与老者四目相对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老者举起双手要来抱我：“婷婷，我的婷婷。”他嚎啕大哭，我也嚎啕大哭。巨大的客厅内，我心脏直跳，整个人紧张到不行，手心全是汗。赵阿姨坐在我旁边，一直安慰我，直到现在，那种不可思议的与亲人相认的不真实感还挥之不去。老者旁边围满了人，看着应该都是段家本家或分支。见到我之后，他们都说肯定是我。我和母亲一个模子刻的，面对他们好心的询问，我都乖顺地回答。在得知我被拐卖到山村，还睡过猪圈时，老者再也控制不住，又哭起来。我也委屈地掉眼泪。其实之前不觉得委屈，可一见到亲人，就觉得有靠山了。之前的种种都觉得好难熬，好委屈。有面容慈祥的老婆婆在安慰老者：“想来是奶奶了，乖婷婷都回来了，你还哭什么？快别哭了，你一哭，我也忍不住。”才说完，老婆婆也低头掩面哭起来。明明是亲人相认的欢乐场面，可不知怎么，竟觉得有些压抑。应该是亲子鉴定还没送到，大家的一颗心始终没悬下来吧。我想，又过了1个小时，加急亲子鉴定到了，看着上面99%9999%的数字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扑进老者怀里，诉说着这些年的委屈。刚才那些压抑全然消散，被欢乐、庆幸、幸福代替。爷爷为了感谢赵阿姨把我从山里带出来，投资了他的新公司，
也决定和他一起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。赵阿姨很高兴，一直说我是她的福星。认祖归宗后，爷爷专门为我举办了盛大的见面会，向整个市昭告我的存在。见面会这天，我再次见到许云，此时他已经被赵阿姨彻底抛弃，又因为逃课、挂科等劣迹，徘徊在被开除的边缘。他憔悴了很多，眼圈黑得吓人。我不知他是怎么绕过安保找到我的。总之见到他时，我很畅快，特别是知道他被刘玲玲彻底排除在外后。许云用他的脏手拉着我的胳膊，不断祈求：姐姐，亲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让我进入段家吧，我一定好好听你话。我嫌恶地把手甩开，反问他：你会听话吗？你偷我东西的时候有想过今天吗？假的永远是假的，你不明白吗？他被我戳穿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可到底有求于我，他还是低三下四，摇尾乞怜：姐姐，我知错了，我小时候还偷过馒头给你吃呢，否则你早就饿死了。你得顾念小时候的情谊吧。一说这个，我更来气了。那次是他偷了养母的钱去买玩具，被发现后就诬陷给我，我被狠狠打了一顿，还被关在小黑屋，3天没饭吃。我怕黑的毛病也是那个时候落下的，骨子里就坏的人永远不会改好。许云就是如此。许云，你真是厚颜无耻！我为什么被关？你为什么给我送馒头？真的需要我给你回忆吗？我被他恶心的头疼，也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。走到沙发旁，我缓缓坐下，微微抬头看他，眼神冰冷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更不明白为什么赵阿姨讨厌你，刘玲玲厌恶你，连一开始对你不错的陆怀都不搭理你。我告诉你吧，亲爱的好妹妹，这一切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我不是早就说了吗？会给你变个魔术，这个魔术就是大变活人，把你变回山村去。你知道刘玲玲她爸跟赵阿姨不对付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可我知道呀。所以我故意让你接近刘玲玲，让你知道她是富二代，让你羡慕她，然后追随她，成为她忠实的小尾巴。然后刘爸爸自然就知道了，他就会在赵阿姨面前嘲笑她。你猜赵阿姨是不是因为这个讨厌你的呀？哈哈哈哈！当然不止啊，那条项链也是我给你的礼物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我故意出现在刘玲玲的生日聚会上，让段进城发现我和你，让他看到我们长得如此像，也让你知道我就是他们在要找的人。你这么势利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扑上去做段家的孙女儿。既然你这么努力，那我就等着看好戏就好了。可我又担心你太笨，找不到证据，于是我总提醒你：照片、卡子、头绳。哎，我也是很辛苦的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够努力，可你努力错了方向啊！你这个假货怎么会变成真的呀？只有我才是段家至亲的孙女儿。我一环扣一环，将许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他气得满脸通红，扑过来要打我。门正好被人从外面打开了，正是段进城。他冲过来将许云拉开，然后交给保镖。我坦然自若地整理衣裙，他看着我，脸上是若有所无的笑。果然是段家的亲生孙女儿。腹黑，我也笑了，抬眸看他，彼此。你见我第一面不就认出我了吗？这么久也不来认我，害我被许云那个疯子缠了好久。你有能力处理好我才不去找你的。对了，那个疯子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让他回到属于他的地方。我站在数不清的闪光灯前，由爷爷牵着，正式踏入段家，成为段家第2顺位继承人。新的仪式，我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